天呢要来录新的单元，就是艺术老实说。然后我邀请就是一些来宾来跟我们一起对谈哦。策展人、走入艺术上的人，你创作啦，或者是你的未来的一些计划，任何你想分享的。好，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 Helen， 可以叫我海伦仙度死，然后现在是努力正在成为艺术家当中。只要如果要记我的名字，可以记只要我长大，就是会比较好记。然后我现在是一位自由工作者，然后主要是做就是首饰方面的创作跟设计。哦，所以你现在身上都是你自己做的。对对对。展示一下吧。我们这个单元就是艺术老实说，因为大家都是在艺术路上。你们会不会觉得走入艺术啊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其实我觉得刚开始有点困难，因为毕竟我很小的时候6岁就开始跳舞，然后一路从就是小时候跳舞学剧场长大到现在，然后很多时候就看到很多很棒的演员或是很棒的舞者，你都觉得遥不可及。可是当回到自己的时候，你当自己觉得表现很好，今天拍出一支很棒的短片，你会觉得其实我也还在路上。没有说完美的这个事情，对，就是不要抱着这个完美主义，只要呢，在我进入艺术前，我其实会觉得它是遥不可及的，可是我进入后发现，其实它是非常的多元，任何的形态都可以被定义成是一种艺术，就是比较广义的去看艺术这件事情。是指哪一方面的广义？就是不会说，你要会画画，你要会跳舞才能是艺术。现在的艺术真的很广，就是也有观念艺术，有很多人是做观念艺术，就像那个香蕉嘛，它就是一个香蕉，然后贴在那边，它就是一个观念艺术。不会画画，你也可以是一个艺术家。肯定可以的肯定可以。对，但是就是你必须要真的很有策略性的，然后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要计划。对，要有一些计划，不然其实会非常的辛苦。这个赛道它本来就不像是大众一般的工作，所以它有很多的细节是很模糊的，然后你没有一个成功人士教你这要怎么做。对，我们台湾的缺点就是都教你读书啦，然后都没有教你成为一个艺术家。没错。亚洲式的教育会比较希望是你要学习很多知识什么的，可是就是西方式的教育会比较偏向是，他们希望你能找到你自己真的有兴趣的东西，然后你自己可以就是发光去发展这样子。对，而且父母都会尊重你的选择，小孩的选择。没错，是。那Helen呢？我自己因为其实做过真的很多艺术相关的工作，但我觉得我有个问题，就是我对太多东西都好奇，所以我就会这个碰一点，那个碰一点，所以就才觉得说，不要就是只当一个人舞蹈家或是演员或什么，那干脆当艺术家，那什么都可以做。其实现在的艺术家他是很多元，除了画画之外，你可能你还要剪一点片。艺术家这个身份其实有一点就是比较模糊了一点，他要做的事情很多，全才一点。对，全才就讲得很好。整个团队，你就只要创作就好，然后再去想你想。对，这当然是最理想的，就是说，你可以专心做好你擅长的部分，然后其他的部分就是交给其他的团队或组织去协助你。你有个策展人，有一个带领你画作的人，或是带领你这个经济的人，对，那真的就是太好了。但是大部分我们台湾就是这些艺术家，大部分都是像我们这样子。我是把它归纳为就是独立艺术家。对，那你独立艺术家，其实你就是好像我们自己在经营一个公司，台语叫什么校长兼撞手，各方面你没有碰过的，你就要去努力去学习它。是，然后我们在这个路上不断的就是去调整。也许有很多挫折啊，家人呢是你们的。会觉得说，不要这样只要这个还是去找一个工作好。这个有一个Helen不要这样跳了。但是我觉得我蛮幸运的，就是我们家其实不太会阻止我去尝试或试错。可能确实也曾经说过说，你要不要就是找一个稳定一点，我太辛苦的那种爱的关心的一种问候，对，比较不是说心疼你嘛，希望你一定要顺着他们的方向走成他们要的样子。因为像我的话，我妈妈是直接把那个笔这样子折断的，但是笔很贵，200、300、400、500，几千块。我那时候没有想到，来，我其实
是很震撼吧？一个直觉是啊，我没有笔了。我以为是我等下把它拧回去。对，那种感觉是很伤心，没有人支持，是这样是。可是你们就算是支持了。可是我比较好奇是明南，那你经过这么震撼的被，就是真的是靠意志力在，就是说我真的是喜欢这件事情。哦，对，我没有想太多，我就是一个脑子很直接的人，我就会觉得说，哎，因为我选择这件事情啊，然后我就是会坚持的做下去，我不太容易三心二意，我觉得跟个性有关系。就像我做频道有没有？我也没有想过说，哎，截止的那一天没有。然后你知道前天呢，有一个台湾最老的 YouTuber， 对，一个阿嬷哦，觉得让我有个目标，好吧，那做到75岁好了，搞不好120。我想讲一个最近大家很红，大家都看 IG 一直去打卡。美术馆嘛，对，阿拉佛的那个，我是趁很快要结束的时候去后面的时候去看，因为我不想要有人，我想要好好的看。然后我很讨厌大家在那边拿手机，我超讨厌有人一直拿手机拍，然后就是会挡住你的视线。其实我也是去打卡的啦，没有关系，每个人志向不同，只是说我真的不要挡在别人前。但是我会知道阿佛其实是我先看完 Netflix 的纪录片，然后我才发现他1年后然后要来台湾，所以他的整个创作过程跟他很多作品的背后故事，我其实都看到。所以我在去看现场的时候，其实超级感动，因为我加上他是我最喜欢的国家领导，是真爱艺术家，是真爱，完全是真爱。而且大家访问的时候，他有去到领导他的家乡，正在瀑布下面，说着他的艺术品跟他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他长大的这两个国家，然后跟他的所见所闻，然后把它带出来，只是用艺术装置跟画作，他甚至用了空间的概念，让大家在红色房间随便你要做自由走动。对，我有看到有人躺着睡觉，我是在里面跳舞，然后画画给人家，就很好玩。我觉得那是一个人很棒的给人家什么意思？就是我看到那个人坐在旁边一对情侣，我跟我朋友一人画一对情侣去送给他们。哦，很棒，很棒。很常在做这件事跟大家交流，我就觉得，用这种很可爱的方式，真的很值得推广。我就会就是画过路边的阿伯，我就有画，我就跟他们说加油。我觉得我能做就是这样。你是充满正能量的耶，真的。我是不是要帮你做一个？我觉得让我很惊讶哎。怎么？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人吗？所谓的就是偏 I 人。偏 I。对。但是就是私下交友可以，可是就是陌生人我会比较没有那么感，我会心里就觉得会嗅到他的伤心、难过、低潮什么的。比较高明。对，但是我不太知道要怎么帮助他，然后这可能只是在心里就是可能送祝福给他。我觉得这也很棒，这超级棒。就我就是做到这样的，但是他有行动起来，我觉得那个涟漪的感觉会更不一样啊，就是会觉得世界需要你这种人多一点。或者分享大家我们的过程，就是这样。其实艺术真的很多元诶，不一定是说一定是那种画画的，或者是说那种什么摄影的，就这都很棒。那你们觉得 free her 算艺术吗？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情绪上或者感受上的改变这样。以前很多人会说话，或是很多艺术也会说话。艺术为什么会说话？第一个，它就是会感动人。对，它不是真的说话，是因为我看到这个东西，或是我听到了什么，或是我感受了什么，这种东西会让你有触动。这就是艺术的力量。进了艺术之后，才觉得艺术是一种很无形的，然后是一种行为的感受上的改变。它并不是可能就是真的在纸上笔上。当然，我们一开始就是学艺术，必须要去学一些术科嘛，这是必要的。我们要学会观察，学会颜色啊，对，空间啊、结构啊、构图啊，这样子，就是对我们一般来讲都还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就是那个观念真的很重要。然后还有就是说，你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勇气。对，你就是一直偏执，或者是一直想说我要吗？我不要吗？可以吗？不可以吗？这个时间已经完成了。对，你梵谷画画也才10年而已啊，10年了，2000多张，生命热情，用生命来燃烧。但我们不是说那个数量或者是你完成了什么很重要，对。但也有很多的艺术家，他一生可能就完成了2、3件作品。那也有木雕啊，他就10年才雕一件东西。对，所以其实这种东西我们也不能说一定在什么形式。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对，然后甚至空间，所以它是一个很全方位。是的，所以我觉得它是。OK，对。那你怎么会想问这个问题？
没有，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 Helen 的行为就让我想到 Free Her 这件事情，就是给人一种无形上的力量的支持跟感动。这在国外其实是蛮常见，一直在做的事情，一直在做的这个艺术行为。是，我其实只有没有举牌，你需要抱他吗？来，抱一下。而且他就是又被记录下来之后，然后那种更感动更多的，真的，对，那就是艺术的力量。是，对，它可能会触动你更多的东西，甚至愤怒。艺术不是只有感动哦，它引起你很多共鸣。很多人为了这个事情，我觉得让我想到一件最近有争议的事情啊，就是那个蔡国强的爆破的。对，我觉得你们怎么看这个？就是蔡国强你不知道这个就是他在那个喜马拉雅山做了一个爆破的艺术。然后虽然就是团队说，没有造成生态的破坏，都说是环保的材料，可是就是以就是专业的学者来说，他说其实，在那样子的生态，你制造那样子的声响跟那一些粉尘，其实就是一种污染跟破坏。对啊，那确实是啊。对，颜色，对，你们知道分别是什么意思吗？好像是无色旗，然后其实这也很讽刺，因为你不是藏人，你是一个华人嘛。其实你知道吗？他的籍贯是美国。哦，是吗？现在就是说大陆后来就后续嘛，这半个月，他说如果说你说他在切割吗？对，在做切割。他说如果被我们查到蔡国强其实是美国人的话，他这个是侵略行为。很讽刺，是因为他跟合作的方式始祖鸟，那始祖鸟它是一个户外品牌，它就是主打就是要对环境友善，可是他们却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就自砸招牌啊，自己拿手打自己的脚，就是大家都不买这个，不支持这个品牌这样子。对，很多人就去买。是，对，我觉得是有更环保的方式，因为真的藏族他们是用纸的方式。但那个他们会自己再去把它剪掉，他们主人会去把它收回来。对，你说要收回来啊，就是因为那个蔡国强啊，现在还在他那个藏族啊，那些人现在还在整理，每天都还是气到现在。好难过，我少喝那个烟火3分钟，烧了1个小时，3分钟的烟火要烧1个小时，对，而且它那个范围非常的大。对，美的背后你还是要考虑一下后面的代价是什么。是，因为它这个事情其实真的很复杂。对，因为有争议。对，其实那个争议是各个国家它没有办法管到，因为它的领土就是中国。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为就是我自己不太支持。喜马拉雅山是圣山。对啊。对啊，那个对他们来讲是很神圣的。其实对藏族人是真的是，然后非常相信我们都会回来，大家都会回到这座山。有轮回了。他们相对的这是重生跟轮回。反正就是那边的声音，当然是很难传出来，也没有办法再用言语形容了，就是只有难过。对，就是难过，然后还有心痛，是非常心痛，因为那是他们的土地。对。那你给他炸一炸，钱拿一拿就走了。然后你们这些人在网络上讲这些，对我们来讲没有帮助，是你伤害我们，他觉得我们被伤害。对，我其实很心痛，就是觉得说那种伤害力真的很大。对呀，但是这个是很瞎的事情啊。他不知道吗？他一定知道。他就想做啊，对他来说他没有知道，他就想做艺术，他就想要用他的烟火去做艺术，他要证明自己。所以他达成了我们做就对了，但是做就对了之后的，他没有管，他都不管，他就是真的我不 care。你知道吗？我们做艺术也是要对自己负责。对，可以探讨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就是艺术，它什么东西越线了，它就不是艺术啊。对，比如说你可以那个叫边界感。对，你可以做一些可能你要表达身体、表达器官什么的，可是你一旦什么东西越界了，它可能就不行了。对，所以它就失去了它的这个意义。尊重为界限嘛。是。但是如果不管任何一方没有被尊重到，就像是那个土地的人民没有被尊重到，他就可能不会是原本的那个初衷，是跟纯真。对，他再反扑给你也很难说这我们都不知道。对啊，就是时间证明。这样子算是在路上艺术家，年轻的艺术家。那你们对这个行销的看法？你觉得说艺术家应该怎样去行销你自己？哇，其实现在每个人都要是艺术家，因为每个人都要行销自己啊。现在变成是一个以社群就是在做行销上面或者销售上面嘛，这些其实就是
大部分都是跟社群脱不了关系。是。那社群其实它就是很看你的形象，或者是很看你的你给出了什么价值跟能力。对。所以其实这就是一种把你的身份放出来，让大家认识你。其实这也是一种行销的方法。那我觉得对于现在学艺术的这个行为，都有助于你就是成交，或者是有助于你让你的业绩变好。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每个人要学习怎么样，表达自己的强项，然后告诉大家说你在干什么。我觉得这个是现在这个时代也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不能只是我默默的做。以前会这样子，对，默默做。我还有老师哦，我们那时候以前哦，就是还没有 IG， 当然也没有 Trade， 然后只有 FB，就我的老师就写说你太夸张了，对吗？我发表我的作品而已嘛，对啊，对，你太高调，你要低调。我觉得这就是那种亚洲的那种细胞的血统的关系，就是要谦让，应该不会看，他会看我，他会说你又在乱讲。老师耳朵突然很痒，对，现在应该很痒哦，他在大院子糟糕，我这些口头禅都是好亚洲，他们好亚洲，这是流行语嘛？所以我的是好抽象，你有吗？再回来一下，那你觉得说应该要怎样去行销自己？自己的行销都是面对面。我今天我很常线下吗？对，线下我很常出去玩，我刚讲的这个方式。对，那我觉得基本就有一个原则，我不认识你，不认识我，那我们刚好可以来认识。所以我就会透过线下，我们就可以有一个1对1交流的时间，或是1对多交流的时间，就像我们这样，我们可以互相交流。所以你是比较偏向就是靠对现实的人，所以这个蛮特别的耶。我就跟大家逆着，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在线上，然后我不要，我就是要这些人都是真的人。为什么会这样想法？因为有很多，因为我们透过这样的线上 IG 或是Trade的这种行销，比较可以触及，我们叫触及率啦，就可以触及到你的粉丝会增多啊。我听起来我就觉得是目的不太一样。目的怎么说？对，因为像牛肉面店，他们就可能需要的是更多的销售量，他需要的是 push 他的产品，他不需要可能顾及到说可能跟人之间的关系。但我听下来，我觉得黑人他很重视的是人跟人，目的导向不太一样。对啊，然后当然我觉得另外的是就是不是说一个技术就套用在全部的人，适合套用在全部人身上之类的。因时制宜，对啊，随便。就是反正就是不同的产业、不同的产品，你要卖东西，还是你想让大家认识你，就是它都有不同的策略。对啊，对。然后这个我听下来，我也觉得其实真的蛮辛苦的。刚刚有讲到，就是说你逆着来，对啊，是因为你的个性吗？还是觉得我天生就可能很反骨，天生反骨。我很从小，他们不会管我要去尝试什么东西，但是他们看不懂我，他们就是觉得我很怪。这是我们家最坏的工作，然后一直在那边去外面认识人。对，你有几个兄弟姐妹？是？我有一个弟弟跟妹妹。你们家小孩是最大，是老大。你的意思是说，其他人都好像按照传统的发展走向吗？像我们一般正常的这个工作这样。我觉得也不能说正常嘛，就是比较正规跟比较安全的方法。对，安全牌啊。是因为我念艺术的学校，所以我可能见识到的人事物比较丰富一点，所以就不会觉得说，其实应该有不一样的选择或生活方式。没错啊。然后我也想要试试看，对，所以我就变成我现在这个样子。跳脱了亚洲，还没有啦，我现在还在台湾。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其实，在新的一代，但是我觉得它比较特别，就是说你反而是反骨反着来，应该也是说我听到跟我这样在做的真的很不一样。你只有找到一个不一样的方向，跟这个方向是适合你的，然后你跟别人可以跳脱，可以解决90%人解决不了的方法的事。我们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所谓的这个行销，它主要其实最重要，为什么要行销？就是要让更多人去认识你嘛。对啊，对，但是也没有错啦，你这样也是让一些人认识你，不是说更多人。可是这些人其实都蛮厉害，他们可能是
像日本的音乐厂牌老板，或是台湾知名的导演。你是偶遇的吗？还是说有特地说特定的没有约都没有，就是很自然的。我觉得是他的频率跟特质，跟他有相同 sense 的人。可是我都会完全不知道这些人是谁，所以就是不管你今天做什么工作，当你进行了之后才会发现他们的来历是什么。我这样听下来，我会觉得是，当大家都在吸引可能很多的受众，可是这些受众里面可能他们 maybe 有看热闹的 ，maybe 有可能只是想要看干嘛的，加强人跟人的连接，让大家建立信任感之后，那我觉得可能这样子的方式他会比较舒服，因为你不需要面对很多。讲了一个什么，他们又觉得你不喜欢，然后受到这言语的压力跟攻击。对，会，我觉得策略不太一样。对，那每个人适合的也不太一样。对，现在比较多会是去探索那个起源跟创作交流，你有这样子的感觉吗？因为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就是大家一起共好的状态，就是你单打独斗，你会非常非常的辛苦，除非你的资源有很多，你就才能自己去。想要干嘛就干嘛嘛，没错。在这个世代，其实大家学习到的技术啊、方法、技巧什么都已经非常的成熟。对，所以就是对于这种比如说我们来聊聊啊，或者知道聊聊近况，或者是知道大家可能创作的初衷概念什么的，我觉得那都对自己是有帮助的。因为我本身之前是在巴黎念书，然后在法国，他们就是有很多艺术家，周五都是艺术夜，然后一定会吃饭，对，都会聚个会。他并不是说一定要干嘛，就会觉得说，时间到了，我们该在一起了，聚一下。你还在你最近忙什么？就是没有说一定要干嘛，就是那种感觉。好像回到那种1980，就18几年的年代。因为所以为什么会有花神咖啡馆，还有很多的那种咖啡，就是因为这样，因为他们那些毕卡索啊，或者是这些莫内啊。或者是梵谷啊，他们都会去这个地方。那梵谷也是啊，他虽然很爱跟人家吵架，可是他也都会去固定酒吧啊，或是那些地方啊。这些人对他们都在，一样的意思。我觉得只要你讲得很好，如果说我们大家能够就是有这种向心力，艺术共好的话是很好的。那而且我相信，不止每个人好，那台湾也会越来越好。对呀。好，今天呢很开心哦，就是 Helen 跟子耀来跟我们聊一聊。好，我们要跟大家说拜拜喽，欢迎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很开心，谢谢。对，很棒。就反正乱说。你也唱在那边，好像你家客厅，要送给你。哇，谢谢啊，好可爱哦，谢谢 Helen。